盘点洛基第2季第1集中隐藏的那些小细节。细节1，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 TVA 的 logo 图案。从整体看的话，能发现整个图案非常像一个星球，这些纵横的线条分别代表着经度和纬度，而图案的中心则是极点。另外，在这个中心图案的周围有一圈格子，刚好是12个，代表的则是时钟上的12个刻度。综合起来解读的意思就是，极点的 TVA 管理者已经在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上掌控了全宇宙。细节2，在众人刚进入战情室的镜头中，有着一个小穿帮，那就是这个全景镜头中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2个雕塑是一样的，但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我们能看到这2个雕塑都变成了前面椅子所坐之人的样貌。以我对漫威的了解以及这部剧的调性来看，这么明显的穿帮很可能是制作组有意为之，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正是由于洛基的穿越会对未来造成即时影响。细节3，在战情室中摆放的这张3角长桌，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就能发现它的材质竟和时间尽头的康的城堡的材料是一样的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种材质上有着天然的黄色花纹。细节4，大法官甘博其实是个残障人士，他的座椅也是残疾人专用座椅，在座椅上我们就能看到调节座椅的控制感。细节5，在上期的解析视频中，我们提到莫比乌斯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很震惊，像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一样。当时我推测这幅画可能是洛基后来换上去的，但在我又重新观看一遍洛基第1季之后，发现这幅画其实早在洛基刚被抓来时就已经在 TVA 中存在了。莫比乌斯也应该见过这幅画，他惊讶的应该是这幅画的位置发生了变化，在之前这些画是摆在法庭内，而现在则是摆在了过道上。细节6，在电梯内，洛基发生了一次时间溜脱现象，之后又立马回到了现在。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溜脱之前他的发型还是整齐的，在溜脱回来之后发型就变得非常凌乱了，这应该是在他这段穿越的途中发生了某些让他十分狼狈的事。细节7，在过去的维修部内，我们很明显能看到门口有着一台自动售货机，而这台售货机只可能是给外来访客使用的，因为 OB 繁忙的工作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。后来可能是因为维修部很少有人来，售货机的使用频率太低，在现在的时间点中我们就看不到这台售货机了，但其实这台售货机并没有被撤走，而是摆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。细节8，在 OB 身后摆放的大量杂物里，我们能看到其中有一个巨大的甜筒冰激凌摆件，这可能也是漫威为了麦当劳而添加的一个小彩蛋。细节9，洛基的穿越会对未来造成即时影响，制作组为了体现这种影响细节到了什么地步呢？在这个镜头中， OB 因为洛基的穿越想起来自己曾经在 TVA 中见过时间溜脱现象。 Never seen anything close to that happen before. Wait. No. There was one time. 这时他的左手边还是空无一物，但在切了一下镜头之后， That guy that was here, what was his name? Loki? Yeah. A long time ago, he came to me complaining about time slipping. 我们就能看到露出来的时间写取器了。细节10，在第1集中，我们经常能看到 TVA 中出现电压不稳的现象，官方将这种现象叫做电涌。第一次发生在凯西和洛基去找莫比乌斯的路上，第2次发生在莫比乌斯和 B15去战情室的路上，第3次发生在洛基和莫比乌斯从电梯内出来时，第4次发生在众人前往时间引力机房的路上，第5次发生在洛基穿越去了未来后。这几次电涌的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发生在洛基出现时间溜脱现象后。虽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洛基的每次溜脱都会带来电涌现象，但这并不能否认这2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。而 OB 在剧中对此电涌现象的解释为时间线出现了新的分支。 So the timeline is branching now? I bet that's what's causing the power surges. And maybe you're time slipping. Really? How? The branching is overloading the temporal loop. 可是我们看到洛基溜脱后的穿越都是发生在 TVA 内，又怎么会诞生出新的分支呢？可见关于 TVA 还有着更多的谜团等待着被揭开。